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24节气养生食疗特别企划这个单元，我是法兰爸。接下来这个节气呢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。那过了霜降，当然就是进入冬天了。那在霜降这个节气呢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道非常清爽的一个养生食疗，是一道鸡汤。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清香百合柚子鸡汤。那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秋天非常适合的一个食材，就是百合。在中秋节过后呢，这个柚子是不是买多了，还有一些剩的没有吃完的，我们今天都可以拿来做一个食材，非常的一个应景，而且非常的一个丢席，就是刚好正在时令当中的这些食材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在秋天这个时候呢，秋高气爽，我们一直在强调秋高气爽，其实就是说秋天的天气呢，比较慢慢的跟夏天不太一样了，它从比较热、比较闷热的天气往寒冷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转变，然后空气呢也开始会变得干燥，这个干燥的部分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哪里？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肺部。那假如说你原本就是一个在肺部功能就不是很好，然后有一些肺部疾病的人，到了秋冬这个时节呢，就是非常的不好受。那你可能就是原本的一个咳嗽啊，原本的一个痰饮，就是原本的这个喉咙里面的这个痰，慢慢就会开始增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柚子鸡呢，它就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的柚子鸡呢，最主要就是能够止咳化痰、养脾健胃、养阴固肺。在秋冬这个时节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疗。你只要有这些症状，你手边有这些鸡肉啊，有百合啊，有这个柚子，尤其是你没有吃完的这些柚子。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食材。这个鸡肉呢，你可以选半只、一只都可以，看你需要的量。假如说你是整只鸡的话，大概搭配的话就是一整颗中型的柚子，大概手掌高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柚子。那如果是半只鸡的话，当然就是半颗柚子。我们今天取用的是1000公克，大概接近1公斤的鸡肉，然后柚子准备剥下来剥好了，这边大概是350公克的柚子。好，那百合呢，你可以到中药行去买这种干燥百合，拿回来泡发，大概需要泡2个小时左右。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生鲜市场里面的这个有机百合，是生鲜品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一样，稍微把它浸泡一下，清洗干净之后浸泡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你可以选红枣或是黑枣，我们今天选的是这个有机的黑枣，我们选了6颗的有机黑枣。然后配料的部分当然有这个葱姜，然后一些米酒、盐这些之类的。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食材，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正式制作咯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要来汆烫这个，也就是焯这个鸡肉。鸡肉我们在锅子里面呢放大概3片姜，然后一点葱白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鸡肉下去，然后这边是冷水，就是稍微盖过的一个范围就可以。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量，开火来煮沸它。那煮沸了之后呢，这个煮沸了之后，我们要把上面的浮沫稍微捞掉，然后让它稍微微滚个2分钟左右，我们再把这个鸡肉取出来备用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稍微等待一下，等这一锅鸡肉把它稍微焯过，就是稍微汆烫过一下咯。好，那这个已经在微滚的状态，上面这个浮沫我们就把它捞掉哈。好，那已经捞好了后，我们就把这个鸡肉把它取出来。我们把鸡肉取出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下一个步骤。那我们把这个
放在炉子上。这时候我们加我们这些调料就是辅料。第一个呢，葱姜把它放进去，柚子也把它放进去，柚子。黑枣也把它放进去。那我们的这个鲜百合还有这个汤汁呢，就是泡的那个汤汁呢，也一起下去。你如果是用干的呢，干的泡发的话，也是要那个汤汁，这个泡发的汤汁也是一起下去哦。然后我们这边准备的是大概是半杯150到200的这个米酒放下去哦。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水，把水加下去。这边准备的大概是1000左右，那应该是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大概稍微盖过去的一个分量。好，那一样煮滚。这一锅呢，我们必须煮滚之后呢，再关小火慢炖，需要慢炖的时间大概接近30分钟到1个小时。那如果说你要简单一点，你可以拿到电锅里面去炖，就是会比较简便一点。那我们就慢慢等它煮滚，慢慢等它炖好来咯。那现在这一锅已经煮滚了，那我们就把它关成小火，然后让它慢炖30分钟。那我们就30分钟之后回来，就可以开锅准备试吃咯。稍等一会吧，30分钟。A few inches later. 好，那我们这一锅已经小火慢炖了半个小时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做一点调味。我们先把这个锅盖打开，来检查一下。整个那个柚子的清香扑鼻而来。OK， 好，这时候我们呢适当的调一点味，小匙大概是2小时。好，那我们再让它再滚个1分钟左右，让它那个味道能够整个混合均匀。稍等1分钟，我们就可以起锅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装盘哦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起锅了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试吃喽。赞的哦，非常的清香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这个是秋天的最后一个养生食疗，我们这个是清香百合柚子鸡汤，里面有柚子1整颗的柚子，然后鸡肉呢大概是1公斤的鸡肉，接近1只全鸡了吧，接近1只全鸡了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黑枣，你可以先喝看看这个汤，闻起来应该在煮的时候闻起来那个香味应该是蛮香的，那个汤的感觉，汤头的感觉怎么样？甘甜，有甘甜，它有一点点柚子的那个甜味，有柚子的甜味，就是鸡肉的甜味、柚子的甜味，还有大枣，就是什么黑枣的甜味都有出来，对，会混合在一起。那因为我们这一锅炖的时间炖的比较久，炖了大概30分钟有超过哦，那所以说鸡肉呢吃起来很嫩哦，有一点柚子的味道。鸡肉里面有柚子的味道，那我们这道菜就是成功了，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柚子的味道炖到鸡肉里面去，所以鸡肉吃起来是清甜清香的，还蛮软嫩的，软嫩，然后汤头的感觉呢，就是除了清香之外，甜度、浓郁度，就是带有水果的那个果香味，有果香味哦。那应该整体来讲应该还算不错，还不错哦。可是你看到一整锅这样白花花的柚子好像有点多，它有点放有点多，它的那个柚子的味道会很明显吗？还好。我个人觉得在试喝的时候是觉得说可以再简单一点点，就不用放到那么多。我们放到1整颗嘛，大概放个2/3的一个比例。我们放了350公克的柚子，
大概放个250公克的柚子，应该会比较更好一点，就不会好像两个都很抢味道，就鸡肉啊柚子它有点太强，可是整体是好喝的，这也是一种特色啊。因为它够甜，够甜，柚子够甜，柚子的甜味，整体的甜味。我们这里面的调味只有放了一点点这个2平匙的盐巴而已，非常少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很天然的一个调味。然后这一道呢，在秋天吃是最主要是到秋天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开始会有咳嗽啊、痰多的一个问题。那吃这个柚子鸡呢，它最主要就是可以止咳平喘，然后还可以化痰。它有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效用在，它是特别适合秋天、冬天，这时候这个天气开始变得干燥，或者说你原本有肺部的问题的这个人，在这个时候呢，都会特别不舒服。因为空气干燥嘛，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的痰啊，这个咳嗽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刺激过敏。加上冬天的天气空气品质也没有到很好，那吃这个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一些肺部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整体是好的。好吃。柚子好吃吗？你要干嘛？还得吃一块肉，多加一块肉可以。整个汤要配着一起吃，应该是都还不错。还不错。对，肉很棒吧？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整个肉的一个香气，香气啊、口感啊，然后它的味道应该都还不错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养生食疗。这个节气是霜降，那下一个节气就入冬了，就是立冬。我们下一次我们来做个甜糯米粥好了。然后甜糯米糕不是粥，甜米糕。好，是一个冬天的一个养生的食品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